叛逃到美国的我们中国的红色通缉犯郭文贵啊，在美国被美国人给抓了。有人就说呀，这美国呀就可能会把郭文贵当成和中国要修复关系的一个政治筹码移交给中国。哎呀，这个恨国党啊，这些叛国者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也有人说呀，美国这一招呢，也顺便把郭文贵啊这个转移出去那些非法转移出去那些财产也给侵吞了。美国这是得了便宜啊，又卖乖。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美国现在呢，以4项罪名就起诉了郭文贵，反正都是诈骗那一类的，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洗钱。那郭文贵当然就不服了吧？现在要提出这个上诉。4月4号的时候呢，再次开庭。如果这4项罪名成立的话，他可有意思了，在美国会判有100年的徒刑。说起来，这郭文贵啊，那是典型的一个诈骗犯。诈骗犯也就算了吧，他还掺和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进去哈。这个是典型的属于那种恨国党，在这边待不下去了，马上就叛逃到了美国。而且呢，在美国那边为了显示自己，你看我在这个中国有多强的关系，我知道多少内情，然后就伪造各种文件到处。你比如说还伪造着咱们这个类似于什么这个我们的国务院的呀，还有我们国安系统的各种文件，就是抬高自己的身价，我来给你爆料。其实美国人也知道，他这个也是说的也是没谱的事情。郭文贵到了美国之后也还接着玩这个诈骗的这一套手段，而且呢，他居然还去玩火，去操弄政治。你看他和美国的班农那些人就又混到一起，反正他是不闲的。美国这边呢，不是说了吗？也知道他是作假，那也是借用郭文贵这边呢，把他当成一个好像要打击中国的这么一个砝码，但知道这东西太假了，起不到什么作用。除了那些恨国党那些民斗那些出去之后的一些有那么一批华人群体把这个郭文贵捧起来当成一个神一样哎呀，说什么都是对的之外，其实美国人很清楚郭文贵是几斤几两的这么一回事儿。所以通过这件事你这些恨国党你们这些所谓高华也要想清楚你的价值就是那么一点点你搞得那么张狂，好像是这个美国人会把你当恩宝，其实不是在关键的时刻只要是对他有好处的时候，随时都能把你给出卖了。因为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个道理挺有意思的，就是凡是这个叛徒其实两边都不讨好两边都会收拾你的。你像还有这个咱们这些前些年跑出去的，现在这个反华的这个汉奸这个余茂春，他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太好的这个下场。郭文贵这个事我们可以看出几点来，一个呢，他去参与去操纵这个美国的政治，两边在这边搅和，这最终你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另外一个呢，你外边就有人分析，就说这现在呢，美国是要把他拿来作为一个筹码和中国交换，说这个拜登政府他不是想见中国领导人嘛，想把这个当成一个敲门砖当成一个见面礼送过来。其实他有那个郭文贵有这么个价值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么一个事情送人头当这么一个筹码给人来看一看。还有一种分析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美国这种做法呢，也是要把郭文贵保护起来担心呢他被人给害了我们中国政府对这么一个不入流的这么一个人没那么大功夫去对这些人。但是郭文贵呢，在美国去了美国之后，我不说了吗？他到处去掺和美国的内部矛盾，去搞那些操弄政治事情，惹下不少仇敌，这倒也是真的所以说呢，美国现在呢，就搞这么一手。你说他在这个时候真把他给起诉、给抓起来实际上确实美国有这么一点政治上的意图，让人不能不产生这么一定的联想。顺便一个，他把那郭文贵还有非法转移出去的，据说还有5、6个亿的美金的那个资产美国也会把这些资产给侵吞了。所以人家不也说了吗？美国这一下真是得便宜又卖乖，而且呢，他真是洗你的钱的时候，洗劫你的钱的时候，放开了抢的时候，那下手也狠着呢。别说郭文贵这些犯罪诈骗而来的钱，就算是你合法的中资企业的钱，美国想洗劫你的时候，照样也弄走总之，通过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出这背后的水都非常的深。像这种
叛国的，像这种恨国的，像这些人本身他就是罪犯，到哪儿去人家都不会把你当回事儿，你最后的下场都是很悲惨的。